我发现，杂志的摄影师跟这个演员沟通的时候，好的摄影师他就像导演一样，他会给你讲情绪啊，我要什么，最终呈现的画面就会非常的舒服。这也是你觉得你没有想到，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肯定比我有经验，但比较不会说话的那就很尴尬，就是摆硬摆。就耍帅是一件特别累的事儿，我觉得，你还喜欢帅的有心理依据，对啊，尤其就是你那个屋里边什么站着30-40号人，就所有人都盯着你，然后你就是那种，我有时候我那个信念感是跟演戏不一样的，我觉得很难建立，就建立自己是一个特别有艺术气息、特别帅的人，哇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难的。哎，那像你拍平面和拍广告，会有那种有时候觉得会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吗？会，我觉得没有在演戏上那么游刃有余跟自信，就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树立那个信念感。就感觉在剧组演戏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创作，我们一起完成一个画面，但像平面跟广告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临时组成的一个班底，有很多就是区别于影视创作的，它会有更多的条条框框，因为要满足甲方的需求，人家为了商品，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广告的呈现去服务的，而不是你个人的创作。就是在拍摄那些的时候，我一般也不太会说话，除非我特别接受不了的镜头。而且现在有很多广告创意都极其的雷同，我拍10个广告，恨不得有7-8个的创意都是一样，那个也挺崩溃的。反正跟你有类似的感受。我之前拍广告的时候，就不知道我在现场要干嘛，就很奇怪那种感觉。我感觉好像没什么事儿，老拍就大概知道广告需要的点都是什么，就是要亲和，要开心，有的就是要酷要帅，他们大概都有一个方向。但也有拍摄比较崩溃的，就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啥，就他们对自己品牌的定位都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就是都要，就是你让给我来一个，我们不一定要来。你那种时候咋办啊？就很崩溃啊！我说你们自己品牌方都对自己品牌定位这么模糊吗？那只能就配合人家来，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面就反复的各种都给他来一条，然后最终他们自己挑。包括录综艺的做的很多事情，会让你体验到很多不同的感受吧。你就像录贝尔的时候，我会真正的感受到什么是恐惧，什么是害怕。比如说跳悬崖呀这种，然后会去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。其实你在动嘴之前都会感受到恐惧，而且你会很直观的看到你的就是旁边的队友们，就他们脸上的恐惧。闭眼，摇几下，吞下去，对，会吃一下，吞下去，摇几下，吞下去，快，好，真棒。我之前说过一个细节，就是我们在录贝尔的时候，有第一天吃的第一样食物是蚯蚓。这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小小的蚯蚓，而是那种特别粗的。我从来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粗制的蚯蚓。让我们早上起来早餐告诉我们早餐吃这个，然后还要活的，当然是活的，那是生的，不是死的，那有什么可恐怖的？就是活蚯蚓往嘴里面塞，然后还要把你的眼蒙起来，让你的队友喂你。你对这种未知的感觉是极其恐惧的，因为你已经看见它是什么了，然后还不让你看往你嘴里塞的那个过程。所以我当时回头看到刘禹锡，他是一个体育节目的主持人，我会看到他极其勇敢的去做心理建设，但真的放到嘴里面，他浑身是抽搐的，他那种脸上细微的表情，脸上的抖动，这是可能跟我原来固有思维上的恐惧的表达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你会觉得原来面对恐惧，真正恐惧的时候，人的状态是这样的。包括你去跳崖之前你要做的心理建设，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感受，就我有一个是可能要跳一个很深的洞穴，然后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因为虽然有安全绳保护，但那有点像蹦极的感觉，又不同于蹦极。我的内心觉得我没问题，我肯定已经下定决心要跳下来，但真的当我要助跑跳下来那一刻，我脚软了，我就直接就是瘫在了，然后发现
好像自己内心跟自己的生理上是极其冲突的。对，所以就是又重新做了一轮健身，又跳了下去。但那种肾上腺素的刺激是你在可能这种现代社会里面是很难体会到。所以我之前特别不理解玩极限运动的人，但我参加完那个节目，极其能理解他们的快感是什么，真的非常爽。你这辈子也不会体验过那种生活。因为也有人其实后来跟我讲说，跟你见面，后来觉得哎，你还挺高冷的，是？你听到过这种评价吗？我经常听见，是吧？对，因为就是你好像从我参加综艺以后，就所有人都觉得我的性格应该是那种特别外向，然后特别活泼开朗，然后特别自来熟的那种，然后特别有幽默感。但其实我本身生活中的样子并不是那样，就这种会给人造成极大的落差，别人就会觉得你摆什么谱啊，这臭什么脸。但其实我生活中就是这样，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去跟一个陌生人去进行交流。如果没有事儿的话。如果咱们就聊项目或者聊工作，我肯定有的说。但如果就是两人坐在那儿干聊，我真想不出话题，我觉得那事儿太累了。那你有想过为什么你在上？因为你看你上综艺的话，我估计可能里面会有你熟悉的人啊，那可能也有你不熟的人，对吧？对。你为什么在那种环境下能带给大家至少从观感上感受你是一个？快乐、话多、很热情、阳光的大男孩。我真想过这个问题，一是就是像你说的，里面有我很熟悉的人；再一个就是大家对我综艺的印象就是《明星大侦探》，《明星大侦探》我已经录了很多年了，所以那个环境对于我来讲是极其熟悉，包括跟导演组、跟其他嘉宾之间，所以这个不需要一个再熟悉的过程。但整个成长过程中，我肯定也是从一个闷的、话不多的人，变成了一个逐渐打开、放飞自流。因为是我对这个环境极其的熟悉跟信任，所以我才敢把我那一面展现出来。但为什么我不接那些飞行东西？就是飞行嘉宾，就是可能去别的节目去一起，我觉得我会让大家失望。大家会觉得你在那个节目里面是那样，你到我这儿就放不开，你就是这么拘谨啊，就是不认真。但其实并不是那样，我需要一个过程，所以我尽量的后来就不参加这种只录一次，我觉得那个对人家也不负责任，然后感觉我的状态也不会太好。我觉得可能如果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，我就要去主动的照顾对方的情绪，然后要想更多事儿。当然，就是这种选择在我这是不会发生的。如果你不来，我可能也不会来录这个节目。你还有印象？咱们今天去马场的时候，我那个制片人也是我那个朋友齐康，之前来咱们组看过班吗？没有什么原因，因为就我感觉你的合作伙伴长相有些类似，基本都是很文静，然后戴一个眼镜，然后没有那么明显的外貌特征。我看你的工作伙伴都是长相非常的，就是现场的都是特别凶神恶煞的，一说话都剧本是吧？以曹老板为例，他不说话的时候看着可凶了。对，陆指导也是。我印象里他当时咱们拍了没有多久，就来上海探过班，因为那也是，你算我们之前在一起拍《无证之罪》的时候，其实它是一个12集体量的网剧，虽然说它的这个拍摄条件很艰苦啊，但其实它整个制作的规模，包括它拍摄的周期，其实比咱们平面上还是要小得多。包括在这儿，我除了咱们 A 组以外，还有 B 组，我还有很大一部分管理的工作，所以他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啊，他潜意识里会有一点担心我，所以后来来剧组现场看了我印象里看了我不止一次是，然后跟我在一起有交流，有时候他会提出来他的建议是，然后后来走了，所以我们其实就是那种，就我后来讲叫后天亲人的那种关系吧，就我们不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我们成为亲人，但是因为大家有彼此的价值观，我们在一起成为了亲人。你像你的成长环境，我的成长环境，对吧？我都不一样，所以你们的世界观各种各样，但其实价值观的一致，我是觉得其实在三观里还可能是我最在意的吧。至少我的后天亲人关系里的这部分人，
可能我觉得有相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还挺重要的。我一直就想，我说如果我拍一部戏在怀柔拍的话，我会拍什么类型跟题材？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我的家乡能有什么特殊的文化背景能去展现，在这儿发生的故事怎么是最舒服、最和谐的？但你有想过想在怀柔拍点啥是吗？有想过，之前有想过，包括我自己公司做戏的时候也在想，这可不可以去？因为就像你说的，就我对这个地方足够了解，省去了很多，就大家要选景什么，你跟我说一个感觉，我马上能够带你去找到这样一个地方，就很方便。而且就肯定家乡会对你有额外的支持嘛，各方面的。那你有想过怀柔人他们有的特点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点是什么？我觉得有一点点，大多数人都挺自来熟的吧，因为就是地方小，大家都会觉得不是外人，其实攀几个人就会发现其实是亲戚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同学，因为就大家自然而然的见面，那种陌生人见面也不会觉得很陌生，就都会有这种自来熟、极其热情的感觉，包括对待可能不是怀柔的人，也都是抱着这样一个感觉。其实我看了很多，就是描写，就是可能2000年左右东北的片子，我觉得跟怀柔的很像，特别像，什么摇人儿，什么摇人，这跟谁都是东北的。对，就是这种，其实，在早期的很多年前的这里也有过这种时期，但现在就完全不会了。怀柔对于你来说，其实和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一样是在哪儿呢？怀柔跟市里面的不一样，我觉得整个是生活节奏会完全不一样。然后，只要你来到这里，你会发现整体的环境氛围感也是不一样。因为怀柔它是一个小县城嘛，大家在这里生活都很多年。相比市里面，因为北京市实在是太大了，我觉得那个你看到陌生人，真的那就是陌生人的感觉。但在怀柔，你看到一个陌生人，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亲戚，或者你朋友的朋友，或者你同学的同学，大家都会觉得很亲切。所以对于我在怀柔来讲，我会很有安全感，跟很熟悉。但在市里面，我会有极强的陌生感。包括我上大学之后，在我找工作去。尝试各种机会的时候，我会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巨大而且特别陌生的城市。我会觉得在那里面我很渺小、很孤独。但是在怀柔的话，我走在街上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。我去哪儿，我会觉得都很有安全感。那你在怀柔有没有什么跟你有故事的女同学啊？女同学啊，也不一定非得是女同学啊，伴侣、女性那方面的好像还真现在没有。包括你追过的，追过你的，有喜欢的学姐，那不是我吧唧什么嘴，约不出来是吧？就不认识，就觉得就是很喜欢。就你也有过那种默默的、远远的，在远处注视着人家，然后他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你的心绪的那种，就每天能看见一眼，哎呀。如果他回头与你对视了一下，然后你的心中，那就马上要严肃的就要帅起来，就是那氛围感要做。我今儿跟小白我俩去那个叫什么怀柔一中旁边有个山上，龙山。对，然后在那转，完了转。后来我问他，我说以前没有追过谁？他说他没有，但是他喜欢暗恋过一个学姐。哦，他知道一部分。然后我知道，这事我都不知道。他说他单纯的在暗恋人家，远远的暗恋啊。我俩骑自行车，你坐下等会儿。不是你俩骑自行车咋了？不是因为我平常那个上学的时候，我俩高中一个高中的。是因为确实不认识，到最后也没认识。但你一般的认识了啊？认识了？认识了吗？认识了吗？认识了吗？没有微信。哎，没有微信不代表不认识啊。但就确实是没有，就是面对面的没有说过一句话。哦，但可能就这种距离感，就是青春期那种懵懂，就是青春期那种懵懂的感觉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种距离就够了，是一个
很美好的事情，就那种心动的感觉，我都还挺享受那个过程。本来有的时候就我俩并排骑车嘛，然后他就是看到那谁。窜我，我就在后边追都追不上。哎，那你不替他着急啊？就这么远远的看着。就我俩是一个性格吧，他替我着什么？他自己还没连有都没有。哦，你觉得那个女孩知道他一直在默默的注视着人家吗？我觉得肯定知道吧。啊，知道。我觉得人家肯定也知道。对，后边有一个眼睛盯着你，不知道吗？肯定知道。对，所以那个女孩其实也没有，你比方说有一天默默的走过来，或者是回眸一笑，没有，好像没有这些美好的画面。哎，就像电视剧里边。对，生活中，我的生活里面确实没有这么多戏剧的场景。所以你就是你想要的那种感觉，不见得说真的非要跟他在一起，是吗？但我上也是青春期的时候，有真的那种，喜欢一个女生就会掐点儿算她，可能我在昨天6点45的时候碰见了她，所以我会刻意的在6点45之前提前出来，在那个路口等她，然后假装自己也路过，然后那种就每天都会算，然后比较戏剧化的一点是我们后来长大聊到过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很小就认识了，我跟他聊，后来他主动跟我说，其实那时候我也在等你，但那个时候我们就都已经长大了，有就是就没有那种感情了，就还自己还面临过这种挺戏剧化的错过。后来又见到他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？那个已经时隔很多年了，然后还是以朋友的心态，就觉得挺戏剧性，然后也，但你说那个年纪能遇见能干啥？也不能干什么。我不知道。